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古人看相是以神为主，以形为次。神是精神气质等内在的东西，就如同日月照耀一切，而形就是五官、身体骨骼等实体表象。如同一幅山水画，形是山水，而神是日月。山山水水排列，就算组合的再好，没有日月照拂，它也是暗淡一片。所以神在面相中是非常重要的。看神主要看两个方面，一是眼睛，二是看谈吐、气质等。所以今天就来给大家介绍面相中主神态的眼型。眼角上扬的女人，男人运势如何呢？一起来看。眼角上扬的女人大多好胜，占有欲极强，她们优秀漂亮，能找到的伴侣自然能够配得上她们的优秀男人。她们看得紧，管得严，特别爱吃醋，但是她们在恋爱中情商可是非常高的。她会想尽办法去管制另一半，会给自己的另一半带来各种各样的新鲜感，即使有时候吃醋到蛮不讲理，还是会被说成是磨人的小妖精。眼角上扬的女人头脑灵活，第六感特别准，她们有灵敏的嗅觉，只要你有一点跟平常不一样的表现，或者是细微的变化，都能被她们嗅到，并且猜得8、9不离10。眼角上扬的女人一直想要超越男人，不管是在经济上还是在情感上，都要战胜自己的另一半。她们独立好强，并且活得比别人都要好，事业稳定，经济独立，自己赚钱自己花，在感情方面非常主动。喜欢一个人就会毫不保留地去追逐他，爱得死去活来才是爱情的真谛。眼角上扬的女人婚姻运势不好，太过强势的她们不需要男人的照顾，婚姻生活了久了，就会让男人觉得自己很没用，想给你买什么东西的时候，你却不需要，没有想去保护你的心态。时间久了，感情会变淡，对你失去耐心，今后的婚姻生活可能不那么顺利了，争吵和矛盾经常会出现的。眼角上扬的女人总是给人一种妩媚的样子，第一印象不讨老人父母辈的喜欢，这样的女人容易招来桃花运，身边的男人大多都是追她的，只有能受得住气的男人才会跟她有长久的可能。眼角上扬的女人自尊心强，女人对待工作积极热心，一丝不苟，追求完美，就是因为这样太完美了，就容易树敌，常常引起同事之间的不满，于是容易吵架，有小矛盾。如果眼角上扬，并且鼻梁还要高，就说明晚年的时候嘈杂喧闹，不利于养老，最好是收敛一点。不过过于突出自我，多一份谦虚，多一份忍让，修身养性就是这样慢慢积累来的。这不代表就是软弱，而是凡事留一线，日后好相见。每个人都需要帮助的时候，任何人无论有多么强大的内心，总会有柔软的一面。既然有柔软的一面，就说明需要人的安慰和抚摸。每个人都是脆弱和孤单的个体，只是有些人善于伪装，假装坚强，故作镇定罢了。讲完了女人，那眼角上扬的男人又如何呢？眼角上扬的男人学习能力强，这样的男人拥有很强的学习能力，追根溯底还是领悟性比较高。上学的时候开始老师讲的学习内容都是偏重点的，而眼角上扬的男人只要听一遍就可以理解这一节课的内容要点了。超强的记忆力和领悟能力，从小学习就好，长大了把这些本领用在工作上非常的顺畅。眼角上扬的男人善于把握时机，在工作上认真负责，偶尔一点小调皮，还会开老板的玩笑，跟同事相处得很好，大家很喜欢跟他谈天说地。对于工作上的变动早就适应了，善于交际和把握时机。一般公司会有很多出差或者比较大的合同的签订，需要交给比较有担当和经验足的人去做。这个时候如果做好了准备，具备专业的商业知识，把握好机会，做得好，就有可能升职加薪。年轻人就是需要锻炼，需要机遇，但是机会永远是留给有准备人的。日常的工作做好扎实基础，对以后事业还是有很大好处。眼角上扬的男人异性缘好，通常这样的男人喜欢撩妹，天生一股花花公子的气质，嘴巴甜的跟抹了蜜似的，善于跟女孩子接触，能够掌握女孩子喜欢的东西，会讨女孩子跟长辈的欢心，跟所有人都聊得来，搭讪的方式也是千奇百怪，各种格式。他们脑子转得快，有极佳的个人魅力。眼角上扬的男人占有欲极强，他们眼中的自己喜欢的东西
或者不喜欢的东西都不能落到别人的手里，即使他们用不到，也要自己留着。从小占有欲就非常的强，不管什么东西，只要是落在自己手里才觉得安全，否则就没有安全感。在恋爱中对自己的女朋友管得非常严，包括女朋友上班跟什么人来往，交什么朋友，夏天到了穿什么衣服都会插手。或许女朋友长得不是很出众，但在他心里就是独一无二，是宝贝，任何人都不能有目的的接近自己的女友。在工作上，自己的单子、办公用品甚至电脑没有经过他们的允许，绝不会让别人动，这也是一种怪癖。占有欲极强的人洁癖也会很多，他们的私人用品都非常的保守，不让别人甚至亲人好友去触碰。他们的底线也就是不让别人碰他们生活中的这些小玩意儿。在生活中，他们也非常的讲究生活品味，他们会把每一件事儿都打理得非常干净利落，家里的卫生也整洁干净。是心灵的窗户，在面相学中10分看相，7分看眼。眼睛是相学中最重要的部位，从一个人的眼中可以观得精神、气魄、胆识、富贵、智慧和身体健康等。一个好的眼睛面相需要是眼珠、眼白黑白分明，眼神炯炯有神的。其次就是眼睛的形状。下面我们从面相学的角度来深入了解一下不同的眼型分别代表一个人的什么特征。为方便理解，接下来将遵循中国古代的划分法，从形状、相形两方面来介绍眼型。一、阴阳眼。以前的八卦书里把单眼皮叫做阴，双眼皮叫做阳，所以后来凡是两只眼睛不对称，叫做阴阳眼。阴阳眼听起来比较灵异和可怕，但这里的阴阳眼跟宗教没关系，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大小眼。我们都知道宋朝大清官包拯就是阴阳眼，其实他的画像只是一只单眼皮，一只双眼皮，流传下来说他死后会到阴间会审鬼神，这些都是迷信讲法，主要表达他为官清正、秉公办事、铁面无私的精神象征。其实一般人的五官都不是绝对对称的，只是不怎么明显。生理学的解释是左脑管理性，右脑管感性，左右脑发展的程度不均匀，就会导致左右脸看起来不太对称。一般来说，左右眼大小明显不一样的人，由于左右经常不协调，所以性情必然多变，否则就是他自己的观念已经失去客观平衡而不自知，会习惯性的依据没有定性的主观来判断事情，让人捉摸不到他真正的想法。大小眼的人不论男女，看事物有2套标准，心思缜密敏感，一般都比较聪明，但情绪起伏也比较大。徐子珊、张靓颖、张钧甯都是比较明显的大小眼。2、杏眼。杏是圆的，顾名思义就是像杏核一样的眼睛，特别是睑裂宽度比例适当，外字角较圆钝，眼瞳、眼白比例适当，眼皮褶皱少，多为内双，眼神干净清澈，常给人清纯较憨的质感，比同龄人更显饱满年轻。杏眼男性，长着杏眼的男性相对来说比较文弱，属于可爱型的，一般不具备所谓的男子气概。这类眼型的男性很受他人待见，他们在很多场合中总能够凭借自身的魅力调动气氛，是救场王。 TFBOYS 的王源就是杏眼。杏眼女性，杏眼女人可以说是万人迷。生有杏眼的女性眼睛水灵秀气，水汪汪的眼睛楚楚动人，非常可爱漂亮。这类女性天生懂得照顾人，温柔体贴，是男人们的杀手锏。张柏芝、应采儿、宋慧乔、贾静雯都是杏眼。3、新月眼。新月眼最明显的特征就是两边眼角弯，如新月，清秀细长，见人总是笑眯眯的。眼角下弯更有魅力，两眼角上弯就不太好看。新月眼男性，生有新月眼的男性心思细腻，善于观察，他们能够发现身边细微变化的事物，因此这类男性做事情比较少出现错误。不过他们生性好玩，缺乏进取心。回忆一下，你知道哪些是新月眼的男性吗？新月眼女性。新月眼的女性个性温柔贤淑，善解人意，比较随和，因此人缘好。不过他们意志比较薄弱，缺乏独立自主的精神，容易被身边的事物所迷惑。何洁、周冬雨、钟楚红还有汤唯都是细长的新月眼。
4. 桃花眼。桃花眼眼睛长，上眼皮弯曲弧度较大，双眼皮又深又宽，内眼角尖而较内陷，外眼角细而略弯，眼尾很长。桃花眼不笑时，形状似桃花花瓣，眼神迷离，媚态毕现；眼睛含笑时，眯成2道月牙，十分勾魂。桃花眼必须满足这2个条件，缺一不可。长着桃花眼的人，平时看上去总像没睡醒，眼神略涣散，没有焦点，目光却浮露在外。好的桃花眼还要配以色泽鲜润的卧蚕，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魅惑。桃花眼男性，若是男子长了一双桃花眼，则满眼风流，让人心神荡漾；桃花眼女性，若是女子长了一双桃花眼，则其眼神似醉，而又楚楚可怜。正所谓一枝梨花春带雨，陈好、王祖贤便是这种眼型。5. 柳叶眼。眼型较之杏眼要细一点、扁一点，形如柳叶。柳叶眼又称媚似眼，有媚似眼如丝的意思。拥有这样的眼睛的人还是挺好看的，因为眼眸流转间会带点天生的魅意，狭长的眼型近看也是较为深邃。倪妮、李准基就是这种眼型。6. 铜铃眼。铜铃眼眼睛圆的像铜铃，这里区分一下铜铃眼和圆眼。圆眼比较偏向于眼睛的轮廓比较圆和大，而铜铃眼形容更加偏向于瞳孔的圆和黑。铜铃眼睛里面就像有颗铃铛一样的咕噜咕噜转得很有神，又黑又大的瞳孔很摄人心魄的感觉，就像戴美瞳和没戴的区别。赵丽颖既是铜铃眼又是圆眼。7. 下垂眼。下垂眼又称下斜眼，正面看成8字形，眼尾处下垂。女生若拥有下垂眼的话，不仅比同龄人看起来年轻，给人的感觉也会比较可爱。这也是小垂眼翘楚徐若瑄40岁能够演女学生的原因。在相学中，除了用桃花、杏核、铜铃等来形容眼睛外，还把眼睛和动物做类比的，比如凤眼、龙眼、狐狸眼、犬眼、鼠眼、猫眼。可以说中国古代的先人们实在太有观察力和浪漫情怀了。1. 凤眼，指小眼角向上的眼睛，可分为锐凤眼、睡凤眼、丹凤眼3种。锐凤眼，眼睛细长，瞳孔比较接近眼角，瞳孔上方有1/3为上眼皮所盖，眼尾上翘，其眼光流而不动，迷人而富有魅力，个性温柔，充满温情慈祥，只是好奇心重，容易轻易相信别人，如能坚持走正道，前程光明灿烂。睡凤眼，眼睛细长，大半个瞳孔都被眼帘盖住，林黛玉就是睡凤眼。丹凤眼，眼睛类似一种眼角上翘并且狭长，类似丹凤之眼，其典型特征是内眼角朝下，外眼角朝上。《三国演义》中的关羽就是著名的丹凤眼。2. 龙眼，龙是我们想象中至高至上的神奇动物，谁也没有看过真正的龙，所以只能说是理想的象征。被认为是龙眼的眼睛，单眼皮，眼头圆形，眼尾细长，眼脸裂阔，极具威严气质，眼珠黑白分明，炯炯有神，尤其是当其所有决心采取行动时，眼光更是光彩四射发亮，如别的部位配合得好，一定能成功，扬名而富贵。3. 狐狸眼，狐狸眼就是我们常说的媚眼。狐狸眼眼睛头部比较低，带着点勾圆，眼尾部为上翘，眼睛中间部分呈现正方形，眼睛为黄色，看起来很妖媚。狐狸眼男性，狐狸眼长在男人脸上就会比较花心，他们和桃花眼男人一样是情场高手，专门玩转爱情游戏，证明自己的魅力。狐狸眼女性，有狐狸眼的女性看起来特别魅惑，男人们常被这眼性的女人勾引。这类女人非常缺乏安全感，但同时这种眼型的女人冰雪聪明机灵，从不吃亏。张曼玉、范冰冰还有秦海璐都是狐狸眼。4. 犬眼，犬眼呈三角，情色或黄或青，看东西的时候目不转睛，看起来很认真。犬眼的人常常侧头斜视，生性机敏乖巧。犬眼男性，长有犬眼的男性聪明机灵，反应超快，能够机智地处理突发事件，
不过这类男性在礼仪方面较差。全眼女性最八卦的人，非这类眼型的女性莫属。不过她们的智商过人，可谓冰雪聪明，也比较古灵精怪。路易的女儿贝尔的眼睛就有点像可爱的狗狗眼。5. 鱼眼。鱼眼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圆、凸露、昏黄，略带水光，上眼皮靠近眼梢1/3的地方往下垂，好像盖住眼珠一样。眼白浑浊不清，整只眼看上去毫无光彩，也就是我们在生活中戏称的死鱼眼。死鱼眼男性，长有鱼眼的男性身体比较虚弱，看起来一副软绵绵的样子，没有男子应有的气概，经不起大风大浪，做事情有头无尾，不能够坚持到底。鱼眼女性，女性生有鱼眼并不好，这类女性的多愁善感，天生体弱多病，打小父母就为她们操了不少心。6. 猫眼。猫眼短而圆，瞳仁略带黄色，看起来亮晶晶的，非常有神。这样的人温和单纯，家中富足，能力很强，一生常常能够得到贵人物的垂青。猫眼男性。猫眼男性适应能力非常强，很有才干，而且是个非常懂得享受生活的人。这类眼型的男人既懂得赚钱，又懂得如何享受，可谓活在人间的仙人。猫眼女性。猫眼女性性格单纯温和，喜欢一个人独处，静静地享受自己的一片天地。她们很懂得生活情趣的人，和这类眼型的女子在一起，你一定会觉得生活很有趣味。周韵、赵薇和舒淇看化妆之后的照片都有点像猫眼。7. 鼠眼。鼠眼的特征是小且圆，情黑若漆。由于受鼠目光、贼眉鼠眼等成语的影响，人们对长着鼠眼的人会有天然的偏见，认为他们胆小怕事，而且不够诚恳。不过这些都是误解，面相跟人的品行之间不能简单粗暴地划等号。鼠眼女性。生有鼠眼女性多相貌不佳，她们也因此而感到自卑。这类女性自幼多被人忽略，从而造成了她们极度的没有安全感。鼠眼男性。鼠眼男性通常比较精明，且长相喜感有特色，容易让人印象深刻，所以很多小品、相声演员和主持人都是鼠眼男性，如巩汉林、杜海涛、小沈阳等。所以称什么间万事不离阴阳五行的变化，相学亦不例外。面型长短宽窄都与五行有关，在古籍灵鹫经中便以五行格局，金行格、木行格、水行格、火行格、土行格来判定脸型的属性，为面型五行。根据面型五行，古人发展出了更细致的面型划分方法，即以10个字木、元、风、用、甲、酉、申、同、田、王来将脸部区分为10种面型，相学称为10字相法。面型直接体现面部骨骼的起伏结构，对一个人的精神面貌的展现有重大影响。在生活中，每一种面型都代表着怎样的性格及特征呢？那么接下来我们将从面型五行和10字相法两方面来揭示面型的奥秘。一起来看。1. 金型人。面部方脸，筋骨健壮，面色以白偏多，腮骨明显。性情性格刚烈，多争斗，有义气，有不屈不挠的精神，做事亲力亲为，失败后可爬起来争取到成功，创造力惊人。工作容易与上司不和，因愤世嫉俗经常转工，但较进取，向权力高位望，亦成一个行政人员。2. 木型人。面部清秀，臂粗，脸型和手指都修长，骨骼略单薄和纤细，有美感。性情文质彬彬，有创作力，敏感而多情。工作体质不适合做体力劳动的工作，最适合当艺术家、学者，创作力强，做设计师最佳。3. 水型人。面部圆头圆面，肌肉不结实，脸色偏黑。性情性格乐观，少忧虑，多主动，但不够持久力，多变化而喜欢尝试新事物。工作以流动性大、变化多端的工作家，例如传媒行业、
经济行业等，必有所成就。4. 火型人，面部下巴尖，面色红，面呈懒核形，声音沙哑。性情，火型人性急如烈火，但一鼓作气，却能克服一切不能克服的困难，做起事来既快且准确，凭这份狠劲儿，可建立也可破坏一切。工作，做事一意孤行，多与人为敌，故不易从商，会多成多败，但却适宜发明家、武打明星、龙虎武师、军警等工作。5. 土型人，面部皮肉厚实，脸色土黄，骨架粗大。性情，土型人性格沉实厚重，做事讲究诚信，但却欠缺变通，有点呆板与刻板，但很能吃苦耐劳。工作，以商人为职业最好，他做生意能给人家信任的感觉，主要是他的踏实和老实所致。通过前面的讲述，想必大家对传统的面型五行有了个基本了解，但如果觉得太抽象，没有概括到你的脸型的话，那么就请仔细看下面的十字相法，总有一款适用于你。甲字面，五行属木，甲字面是现代认为最美的一种脸型，它的特点上宽下窄，面型轮廓像是甲字形，一般称为瓜子脸，表示思想多、聪明、物理高，记忆力及智力强，且善于抓机会，脑筋转得快，理论重实践，专长于研究，例如科学、法律、医学等，但自信心较弱，做事易变迁，遇有不顺利时容易灰心。不过这种面型的人有强力的适应能力，但于爱情方面比较吃亏，因为他付出的爱多于被爱。酉字面，五行属火，酉字面的特点额窄下庭宽，发少，面色带红，是营养质的变形，又叫梨字脸。由于上庭窄，所以30岁前运程相当反复，少年劳碌辛苦，30岁后至晚年则越来越好。酉字面有元字面的性格，表现为物质欲望强，纵欲好色，好饮食，赌博，多言等，但实行力强，说得出做得到，凡事亲力亲为。但因记忆力较差，所以做事有点吊儿郎当，不顾小节，行动躁急。聪明，学习力高，如眉长而黑，则对妻子与子女忠心，眉浓则有情重。因属火型，所以脾气较大。田字面，五行属土，田字面的特点是短圆而带方，三庭均圆，肌肉敦厚，浓眉大目，声音粗，面带俗气，耳反为真土型，富贵之相，终身运佳。个性上意志力强，具有冒险犯难、临危不乱的特性，喜欢使唤他人，好胜心特别强，活力旺盛。虽然他们容易赢得异性的好感，却不会盲目追逐爱情。在感情方面，他们也有较多的责任感，就算是无法结合，也会诚心帮助对方，尊重对方，而且妥善地解决双方的问题。申字面，五行属木火，申字面特点是上窄中阔下小，如鹅蛋。申字面多有双重性格，有甲字及酉字面之特性。15岁至30岁要自己创业，31岁至50岁比较入佳境，但要有节制，为晚景早做安排。申字面为人比较利己心重，对夫妻子女感情缘薄，外表和内心不同，八面玲珑，会为人处事。申字脸的人在个性上是单纯的现实主义，在爱上别人时能产生追求的勇气，但其缺点是自尊心强，易冲动，太任性，容易轻举妄动，因而易遭爱情失败的打击。圆字面，五行属水，圆面型人的特点是体型肥胖，配合眼耳手脚均圆，脂肪肥厚，发质细，面色为白里透红或黑色，喜欢饮食享受，是物质主义者，
除欲望外，野心不大，容易满足，喜欢热闹，说话大声，做事没主意，做事平稳不急。圆字面要大，眼大则富甲一方，但忌口大，则为破格，会钱财多耗。口要适中，如面皮松、耳贴、眼眉疏，皮肤特黑或特白，则主长命。童字面，五行属金，童字面也就是俗称的国字脸，其面型较方，身体结实，发坚硬，眉粗，脸色带白或白带黄，其为人实干，慷慨大方，工作认真，有魄力，能不屈不挠，实行能力强，但计划力弱，主观强，处事当机立断，责任心重，善于交友，容易在朋友中建立自己的声望，幻想不多，虽有计算能力，但不善理财，又不大孤寒，夫妻关系良好。木字面，五行属金木，木字面又被称为马脸，比童字面较窄，为筋骨特点多，而营养特点少。三庭平均而代偿，智力高，重感情，但经常有理智与感情冲突的烦恼。如下颚大，则感情重于理智，轻于感情方面。木字面性格为人能勤力谦虚，能刻苦耐劳，做事有一定的计划，但往往为注意一事而忽略很多小事，容易接受别人的意见，乐于助人。用字面，五行属混合型，用字面的特点是脸型歪，一边腮骨凸，主性格反复不定，婚姻不佳，善批评别人，一生辛苦，肯做肯挨苦，五行不端正，则早晚会背井离乡，反抗心极强，如果歪曲严重，建议采取医学手段矫正。风字面，五行属混合型，风字面的特点是面大而腮骨两边突出，比起油字面，咬肌和下颌线更为清晰。风字面为人实干刚直，精力足，工作能力强，爱恶分明，但责任心重，有才能有学问，喜出主意，组织力强。风字面型的人，如和他无利益冲突，可以和他交朋友。因其人刚直，如遇困难需要他帮助时，他除非不答应，如果答应，他会不惜一切去替你完成，是可信托之人。感情方面喜戴高帽，爱情方面外表严肃，但内不乱，易离婚，如前额纹多，主早年多辛苦。王字面，五行属混合型，王字面的特点是骨高，额骨、颧骨、腮骨三骨均显露，且骨直，满面皮紧包骨。王字脸的人脸型宽阔，最大的特征就是颧骨突出，入格者聪慧过人，可谓计腾千人，志气坚定，势在必得，凡事不达目的绝不罢休。男子破格，排斥力强，独占性强，事业会因小人而大败。女子破格，克夫克子，但对女儿有益。颧骨过于突出的人，多半有本位主义的倾向，因此女性不适合担任家庭主妇，其个性表现在感情上敢作敢为，不达目的绝不罢休。所以你是什么脸型呢？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愿您时时心清静，日日事吉祥，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